俄乌战场并非因节日而平静，反而爆发了海陆空全维度的激烈对抗。15分钟内，塞瓦斯托波尔突发7起爆炸，黑海舰队的前基地被火光映照得如同白昼。战场之外，北约战机紧急出动，波兰边境的天空被 F-16的尾翼划破。从克里米亚的爆炸声到波兰边境的战机升空，局势正在急速升温。这些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欧洲的未来会走向何方？克里米亚半岛，这里是俄罗斯的重要军事基地，是黑海舰队的心脏，是莫斯科向外投射力量的跳板，也是俄军最引以为傲的战略支点。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。对俄罗斯来说，克里米亚已经从堡垒变成了一块天天挨打、夜夜警报的噩梦之地。据奥斯特等多家媒体披露，乌克兰再次对克里米亚发起了一轮高强度打击。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袭击，而是一套已经反复演练、持续实施的成熟打击模式。这次乌军的战术非常讲究，先放出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群，从多个方向同时逼近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逼俄军防空系统全面开机。雷达一亮，阵地一暴露，紧接着真正的杀招就来了。导弹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精准砸向早就锁定好的目标。重点来了，在短短15分钟之内，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就传出了不下7次剧烈爆炸声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意味着俄军引以为傲的 S-400 防空体系在大规模攻击面前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不是俄军的一次疏忽，而是彻底的被乌军系统性突破。这一次乌军下手又快又狠，重点照顾了2个关键位置。第一个是斯图尔莫瓦亚和费久西尼一线的战略高地，这里是控制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制高点，一旦被压制，周边俄军阵地就等于被掐住了喉咙。第二个是奥列涅夫卡的俄军基地，多方消息称俄罗斯第92河川旅正驻扎在这里。现场目击者表示，袭击引发的火光照亮了半个夜空，火光甚至在数十公里外都清晰可见。这不是骚扰，而是冲着要害去的。近半个月来，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几乎没有停过，机场、空军阵地、弹药库、雷达站都在打击范围内，多架俄军战机被确认摧毁或受损。而现在，乌军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黑海舰队的老巢，意图已经非常清楚，他们不仅要在海上把黑海舰队打残，还要让克里米亚变成一个既飞不安全也停不安心的高风险战区，甚至还能在新罗西斯克这种相对靠后的区域成功击沉潜艇。只是乌克兰的导弹和无人机为什么能如此频繁地撕开俄军防空网？这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战术布局？对于这些问题，乌克兰全局刚刚揭开了一个相当惊人的细节。说到新罗西斯克潜艇被袭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又是一艘基洛级潜艇中招了。但如果只看到这一层，其实就低估了这次行动的复杂度。按照乌克兰全局在12月下旬罕见公开的说法，这并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水下袭击，而是一套典型的先致盲再渗透最后猎杀的连环行动，并不是先打击潜艇，而是潜艇的眼睛。乌克兰方面披露，在针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无人潜航器袭击之前，他们优先策划的并不是港口，也不是舰艇，而是一架俄罗斯 E-238N 海龙反潜巡逻机。这一点非常关键， E-238N 并不是普通巡逻机，它是苏联时期 E-238的深度现代化版本，加装了诺维拉综合反潜系统，具备3项核心能力。首先是大范围海面搜索与目标分类，其次是水下声纳浮标投放与潜艇活动判定，在必要时 E-238N 可引导或直接实施反潜打击。在黑海方向，这种飞机的数量本来就极其有限，多家军事媒体指出，俄军在黑海地区长期驻扎的 E-238N 处于个位数的水平，其中能稳定执行任务的更是稀缺资产。但是只要这架飞机在空中，那么新罗西斯克周边海域几乎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盲区。这也是为什么乌军此前多次尝试水下渗透都面临极高风险。那为什么这一次乌军的行动就成功了呢？根据乌方披露的行动逻辑，这次针对 E-238N 的打击并不是追求彻底摧毁，而是功能瘫痪。他们使用的是改装后的远程无人机，目标并非机体中央，而是集中指向雷达整流罩以及发动机与电子舱区域。这打法有2个目的，首先是避开机场坚固加固区，提高命中有效性；其次，在不引发大规模连锁爆炸的情况下，直接让飞机丧失起飞、搜索与持续值班能力。乌方宣称，该机在遭到打击后出现严重电子系统故障，并在短期内无法恢复作战状态。这一点俄方并非正面承认，但随后一段时间内，黑海方向确实未再观察到 E-238N 的高频活动轨迹。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窗口，乌克兰的无人潜航器开始大规模渗透，没有了空中反潜巡逻的持续覆盖，
港口外围原本最危险的水域变得安全了许多，无人潜航器低速低噪贴底前进，规避固定声纳阵列，最终成功接近目标泊位，这才有了后续击落级潜艇遭到水下打击的结果。这一步并不只是击沉一艘潜艇，而是在实战中验证了一套完整的现代反潜反制逻辑，先夺信息权，再打硬目标。这也再次说明，在今天的战争中，真正决定生死的往往不是谁的钢板更厚，而是谁可以先发制人。乌克兰在进攻端打出了精妙配合，让俄军吃了个哑巴亏。但面对俄罗斯随之而来的疯狂报复，他们的防守端又能否经受住考验？接下来，让我们见证一场 F-16的封神之战。俄罗斯为了一雪前耻，对乌克兰发动了超大规模的联合空袭，一口气动用了635架各类无人机和38枚导弹，其中包括先进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、Kh-101巡航导弹。这一次，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自豪地宣布，在这次大规模袭击中，乌克兰 F-16战斗机飞行员发挥了关键作用，他们拦截了绝大多数来袭的巡航导弹，创下了一个惊人的战绩，击落了35枚来袭导弹中的34枚，拦截率高达 97%。这意味着 F-16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，它已经成为乌克兰天空中的最佳守门员。据报道，目前 F-16承担了乌克兰空军约 80% 的作战任务，成为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绝对核心力量。这一战彻底打破了俄军的战术神话，也证明了美欧援助的先进战机，只要到了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手里，就能发挥出巨大的防御价值。虽然 F-16守住了天空，让乌克兰人民松了一口气，但俄罗斯导弹的余波依然震动了整个欧洲。当战火逼近边界，当导弹的轨迹划过雷达屏幕，北约紧急出动战机应对可能到来的威胁。俄乌战场的每一次剧烈波动都会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安全体系。这一次反应最为直接也最为紧张的是两个方向，一个在东翼，一个在北翼，也就是波兰和挪威。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后，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第一时间启动了国家防空警戒程序，多架 F-16战斗机从波兰境内基地紧急升空。他们执行的并不是对外作战任务，而是所谓的预防空中巡逻行动。但这个词在北约语境里一点都不温和，它的真正含义是，只要雷达判断有任何导弹、无人机可能偏航或存在进入北约领空的风险，战机就会提前升空进入拦截航线。波兰军方随后发布的声明，措辞非常克制，但信息量很大。他们明确表示，行动目的是确保波兰领空安全，尤其是靠近高风险地区的区域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我们不打你，但你最好别越线。这已经不是波兰第一次这样做了。过去2年里，每当乌克兰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，波兰都会同步升空战机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在现代高强度战争中，导弹和无人机并不总是听话的，误入北约领空哪怕只有一次，都可能触发极其危险的连锁反应。所以波兰的做法本质上是在替整个北约兜底，防的不是进攻，而是战事扩大。如果说波兰是在战术层面提高警戒，那么挪威已经开始在战略与社会层面做准备。多家北约媒体披露，挪威政府正在更新北部地区的应急与民防预案，核心内容只有一个：一旦安全局势急剧恶化，将优先疏散与俄罗斯接壤的北部居民点，重点区域包括芬马克郡以及特罗姆斯一线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这并不是临时起草的新方案，而是在俄乌战争持续升级，芬兰、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后，被重新提到桌面上的冷战级别预案。这些地区距离俄罗斯北方舰队活动范围极近，挪威非常清楚，一旦俄乌冲突在某个节点发生不可控升级，北极方向绝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。而更深层次的变化是，随着芬兰加入北约，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陆地接触线增加了1300多公里，再加上北约在芬兰境内设立新的指挥与协同机制，整个欧洲的防御重心正在明显东移、北移。这也是为什么北欧国家现在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肃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北约并没有直接下场参战，但它的军事、民防、空域管控都在一步步进入战时节奏。纵观这几条新闻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博弈与地缘扩散并存的新阶段。乌克兰不再是单纯的被动挨打，或是搞游击战，他们学会了体系化作战，利用情报优势先摧毁俄军的关键侦察节点，再利用无人装备进行不对称打击。而 F-16的加入更是补齐了乌克兰防空体系中最后一块短板，让俄军的导弹攻势大打折扣。同时，战争的影响力正在不可逆转的外溢。从波兰战机升空到挪威制定撤离计划，说明北约已经不再认为这场战争能完全局限在乌克兰境内。北约不仅在口头上警告俄罗斯，还在实质上增强兵力部署和提高演练频率。从北极到黑海，也有8个多国作战营常态驻扎在东翼。此外，北约的东部哨兵行动和数万人的闪电师联合军演，都是对俄军动作的直接回应，展示出北约提升联合作战准备和多域协同的能力。
各位觉得，如果北约边境真的发生误击事件，波兰预警升空的战机会敢于扣动那个决定命运的扳机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火力军，带你看透战争迷雾背后的真相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